大家好，我是探长 K， 欢迎回到捕影大案局。提起复仇类电影，小伙伴们会想起哪一部呢？可以先在评论区留下片名。而阿 K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，或许不是最爽，但一定是最干脆利落、酣畅淋漓的。那就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翻阅这部《犯罪区055号档案》，由影帝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复仇爱的故事。2016年的美国，约翰是一名资历深厚的老警员，他枪法高超，嫉恶如仇，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这天，约翰与搭档奉命逮捕罪犯，蹲守期间，搭档炫耀起准备的婚戒，但约翰一心只想完成任务，全然没有理会。下一刻，目标准时出现，约翰一脚油门冲了上去，可对方同样有所警觉，跳上汽车就要逃走。约翰见状急忙下车，搭档也狼狈躲闪，好在罪犯慌不择路，狠狠撞上路边车辆。然而等约翰举枪上前，却发现驾驶位空空如也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声枪响突然传来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这场凶险的抓捕便落下帷幕。可等约翰回过神，发现搭档已经生命垂危，他将戒指盒塞进搭档口袋，希望对方能振作起来，但搭档的伤势实在太重，最终还是停止呼吸，留下满心悲痛的约翰呆呆跪在地上。转眼已是1个月后，约翰的英勇事迹在小镇上广为流传，成为大家眼中的英雄，可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正当约翰在酒吧缓解情绪时，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忽然出现，她站在音乐机前，旁若无人地扭动身躯，那妩媚姿态随即引起约翰的注意。酒保顺势提起，女人名叫蒂娜，是一个寡妇，和12岁的女儿相依为命。像是意识到二人在谈论自己，蒂娜自顾自地来到吧台前，主动和约翰搭话。那连珠般的话语让约翰手足无措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可蒂娜就像没有察觉，仍不断说着自己的状况。就在约翰适应节奏准备开口时，却被蒂娜起身打断，表示自己要去接女儿放学，随后留下联系方式，希望能再度见面。直到现在，约翰才有说话的机会，连忙提起自己是一个官夫。如此明显的暗示令蒂娜心中一喜，明白约翰已经被深深吸引。可他却没有多说，而是在约翰脸颊留下一吻，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开，只留意犹未尽的约翰坐在吧台，回味着刚才的接触。但此时的二人绝对想不到，一场可怕灾难即将到来。当天夜里，蒂娜带女儿贝西参加好友举办的派对，在烟花火光的映照下，她显得更加光彩动人。可当看到贝西偷偷爬上房顶后，蒂娜瞬间换了副面孔，不顾形象地怒斥她快点下来。显然，在蒂娜心中，女儿永远是最重要的存在。但贝西却丝毫不领情，认为母亲管得太宽，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，赌气般坐在沙发上。不过蒂娜对此也有办法，她拿着一盘甜点走来，三言两语便让女儿的心情好转。随着夜色渐浓，贝西的困意开始涌现，蒂娜见状便决定离开。她谢绝男伴开车相送的请求，和女儿依偎着朝家走去。看着周围的熟悉景象，蒂娜下意识提起自己的亡夫，可这却勾起贝西心中的痛苦。她只觉那些记忆逐渐模糊，害怕有一天会忘记父亲的面容。蒂娜见状连忙安慰，接着转移话题，提起父亲有一条回家的捷径，要带贝西前去探险。这招果然有效，瞬间便驱散贝西的悲伤。母女俩钻进树林，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前走去。然而就在他们有说有笑时，一个醉醺醺的男人突然冲来，他认出蒂娜的身份，兴高采烈地介绍自己。紧接着又有3人围了上来，蒂娜看出他们不怀好意的眼神，急忙将女儿护在身后，连连强调自己要回家。可这根本没用，4人的行为越来越过分，甚至开始动手动脚，这让蒂娜再也忍不住，抱着贝西就要逃走。4人见状一窝蜂冲来，其中1人控制贝西，另1人直接给了蒂娜一拳，令她瞬间丧失反抗能力，而后扛着蒂娜向一旁的船屋走去。贝西疯狂挣扎，嘶声尖叫，却仍无济于事，只能和母亲一起被那4个恶魔拖进船屋。一片混乱中，贝西钻进墙下的缝隙，成功逃了出来。可蒂娜就没这么幸运了，4人将她死死控制，在贝西面前犯下丧尽天良的罪行。
直到那4个禽兽离开，贝西才敢钻回船屋。可母亲已经被折磨得失去意识，她跪在一旁悲痛欲绝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用短裤遮挡蒂娜的隐私部位，离开船屋寻求帮助。万幸，此时约翰正与新搭档在附近巡逻，二人注意到惊慌失措的贝西，急忙下车上前查看。得知情况后，约翰一马当先冲进船屋，正看到奄奄一息的蒂娜。确认对方脉搏仍在跳动，约翰悬着的心稍稍放下，但随后无尽愤怒便喷涌而出。究竟是怎样的人渣才会犯下如此残忍的行径？很快，警方赶来封锁现场，他们发现屋内有大量 DNA 残留，锁定凶手不成问题。蒂娜也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，看着她凄惨的模样，约翰心中怒火更甚，主动向贝西保证一定将凶手绳之以法。红蓝光芒照亮他的面容，却无法掩盖那坚毅的眼神。不久后，蒂娜被送进急救室，贝西因为挣扎而脱臼的手臂也成功接上，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痛苦还是让他无助地蜷缩成一团。蒂娜的母亲艾格尼收到消息，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，眼看外婆出现，懂事的贝西收起悲伤，安慰对方自己已无大碍。就在二人交谈时，约翰忽然走进房间，他希望贝西能提供更多细节，帮助警方逮捕罪犯。艾格尼本不想让贝西回忆那痛苦之事，但在约翰的诚恳哀求下，贝西还是忍痛说出刚才发生的一切。有了这话，约翰再无顾虑，当即率领搭档以雷霆手段逮捕涉案4人，其中2名人渣还想逃跑，但在经验老辣的约翰面前，这些也只是徒劳。随后，约翰将贝西带到警局，指认伤害蒂娜的凶手。贝西简单一扫，便发现那4张永生难忘的面孔，于是强压恐惧一一指出，分别是马文和劳艾德2兄弟，以及他们的好友哈勃与卢卡。等一切忙完，已是天亮。约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内心却无比轻松，只觉这件事很快就会结束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隔天，约翰来到医院探望蒂娜，就在他询问病房号时，忽然听到一阵啜泣声，转头发现贝西正无助地坐在沙发上。身为警员，约翰见过太多这种情况，他不动声色地来到贝西身旁，一句话逗得对方破涕为笑。可二人不知道的是，马文兄弟的母亲正在想办法帮2个儿子脱罪。他叫来神父，强调自己的孩子是好人，不可能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。但神父并不在意这些，只想从中捞点油水，便为他推荐一个名叫杰伊的大律师，保证会帮兄弟俩渡过难关。马文父母当即找上杰伊，说明情况的同时，不断贬低蒂娜，认为是他在引诱自己儿子。听完这些，杰伊微微一笑，意味深长地表示，所谓庭审，不过就是讲2个故事，由陪审团挑选一个最喜欢的来判定是非，所以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故事该怎么讲。马文父亲看出杰伊的意图，开门见山询问他要多少钱。杰伊也没有掩饰，直言一个孩子5万美元，2个就是10万。这让马文父亲既豪气又好笑，明明是同一个案子，怎么还收2份钱呢？但马文母亲却打断他的话，直接从包里掏出装满钞票的信封。他已经将房屋抵押，只为拯救自己的孩子。杰伊也顺势提起，现在证据确凿，唯有自己能帮2兄弟脱罪。这个钱花还是不花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下马文父亲彻底无话可说，只能低头默认，将奋斗半生买下的房屋拱手相送。就在马文母亲找到救星的同时，蒂娜已经悄然苏醒。贝西与艾格尼欣喜若狂，连忙走进病房，却发现她无比虚弱，更是忘记那晚的经历。好在这也并非坏事，至少能让蒂娜没有那么痛苦。而在此期间，约翰也经常前来探望，不过他从没进过病房，只是留下鲜花与信件，表达自己的关心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蒂娜的身体逐渐恢复，艾格尼便将她和贝西接到自己家暂住。看着屋内熟悉的布置，蒂娜不由得心情大好，主动向女儿讲述自己小时候的事情。但随后，贝西的好心情就被打破，因为她从报纸上看到那4名嫌犯成功得到保释。而更糟的是，当晚蒂娜突然回忆起那段痛苦的记忆，更是梦到马文再度伤害自己。熟睡的贝西被一阵哀嚎声惊醒，推门发现床上空无一人，母亲正痛苦地蜷缩在角落。他本想上前安慰，却被失控下推开。直到艾格尼赶来查看，蒂娜才逐渐恢复冷静。他将贝西拥入怀中，一遍遍向女儿道歉。无尽悲伤弥漫在空旷的房间内，他们明明都没有错，却要承受着痛苦的煎熬。
隔天，贝西更是被马文的妹妹找上，一把打掉他手里的饮料，警告其撤销对自己兄弟的指控，这让贝西更加惊恐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在事情终于迎来转机，当地检察官找上蒂娜，表示关于马文4人的听证会即将召开，希望蒂娜能出庭作证，将他们送进监狱。可蒂娜仍处在巨大恐惧中，她全身止不住颤抖，根本不敢想那晚发生的事儿，更别提再去见那4个恶魔，甚至连检察官的模拟问话都无法回答。见此情景，贝西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，他为蒂娜挑来一件黑色长裙，希望以此帮她建立安全感。就这样，在女儿和母亲的轮番安抚下，蒂娜的情绪逐渐稳定，她含泪点头，决定参加听证会。这件事儿很快传开，大量记者堵在法院门前，希望能得到第一手资讯。约翰穿过人群向里走去，一眼便看到坐在被告席的4人，他强压怒火，只希望今天的审判能有个好的结果。另一边，蒂娜在墨镜、头巾的保护下，与贝西一同走进法庭。检察官不断加油打气，一点点为他建立信心。可这番努力却被卢卡欺虐的目光攻破。马文母亲也在一旁对蒂娜破口大骂，吓得蒂娜仓皇躲进席位，祈祷这场噩梦尽快结束。随着法官落位，听证会正式开始，但身为被告律师的杰伊却姗姗来迟。他满面春风，闲庭信步般走进现场，显然已经有十足的把握。不过检察官也没有被此影响，义愤填膺地介绍起案件经过。随后轮到身为证人的约翰讲述情况，可约翰还没开口，杰伊便突然插话，提醒法官要注重故事的真实性。法官显然与杰伊私交甚好，说的话也是毫无掩饰的偏袒。检察官没办法，只好换个方式提问。约翰也如实交代，那晚是在遇到贝西后才赶去的案发现场，而这正是杰伊想要的回答。随后轮到下一位证人，竟然就是蒂娜本人。她鼓起勇气走向证人席，却被法官要求摘掉墨镜和头巾。无奈之下，蒂娜只能照做。可这样一来，她内心的防御就开始松动。蒂娜硬着头皮坐上证人席，刚想回答问题，突然被法官开口打断，这让她彻底崩溃，脸上浮现起难以掩饰的痛苦。杰伊趁机表示，蒂娜根本没有辨别能力，法官也要求蒂娜现在离开。一听这话，蒂娜连忙强调，伤害自己的人就在现场，但已经没有任何作用。检察官也清楚这一点，只好带着蒂娜离开证人席。见此情景，卢卡的得意之色更甚，清楚距离胜利只差一步之遥，而这一步便是由杰伊迈出。他先提起蒂娜当晚在派对上喝下大量啤酒，随后又承认4名被告同样喝了酒，但接着却话锋一转，声称那并非侵犯，而是你情我愿的交易，只是结束后双方没有谈妥价钱，再加上蒂娜借着酒劲闹事，4人才被迫反抗，所以他们是单纯的自卫。说完这些，杰伊又强调4人根本没注意到贝西，声称他是在爬出船坞时自己弄伤的手臂。这样一来，贝西的证词全部失效，蒂娜则沦为一个风流且不称职的母亲。随着杰伊激昂慷慨的演讲，陪审团的情绪逐渐被煽动，再加上马文家人的推波助澜，最终选择相信这番颠倒黑白的说辞。尽管蒂娜仍在痛苦否认，可她的话刚出口就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。一旁的约翰默默看着这一幕，内心的怒火逐渐升腾，直到所有人离开，他仍枯坐在椅子上。约翰想不明白，明明是代表正义的法律，为什么会变成邪恶的帮凶？既然如此，又该怎样为受害者讨回公道？约翰的双眼愈发阴冷，心中显然已经有了主意。但另一边的蒂娜已经彻底绝望，回家后便躲在床上，甚至拒绝女儿和母亲的陪伴。检察官尽管仍在尝试努力，可艾格尼却不再信任他，也不打算继续打官司，因为他看出杰伊和法官狼狈为奸，再这么下去只会对蒂娜造成更多的伤害。然而艾格尼不知道的是，蒂娜已经万念俱灰，甚至准备用药片结束生命。但一想到屋外的女儿和母亲，一想到自己死后他们悲痛的模样，蒂娜的意志便瞬间瓦解。可内心的痛苦仍在翻腾，每分每秒都如刀割般折磨着蒂娜，让她无法忍受。于是戴上帽子，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。蒂娜本想用酒精麻痹情绪，但一有男人坐在身边，她就呼吸急促，甚至连杯子都拿不稳。这种感觉令蒂娜快要发疯，她冲出酒吧，横穿马路，鬼使神差下来到瀑布上方。看着那宣泄的水流，蒂娜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冲动，正是她渴望许久的解脱。
危急关头，约翰及时赶来，一把拽住蒂娜，又提起贝西，劝她不要做傻事。随后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，终于将蒂娜救了回来。不久后，约翰送蒂娜回到家，满脸严肃地告诫贝西，这段时间一定要照顾好母亲。接着掏出名片，承诺自己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。但约翰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刚走，卢卡的报复便不期而至。丧心病狂的他竟残忍杀害贝西的猫咪，并在贝西眼前扬长而去。这一幕正被驱车巡逻的约翰撞见，看着那可怜的小小尸体，约翰再也忍不住，决定用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。他第一个找上的便是卢卡。此时卢卡正在酒吧观看拳赛，忽然注意到一旁蒂娜的男伴，便得意洋洋地上前挑衅。好在酒保及时将其拦下，让卢卡悻悻离去。可他却没有发现约翰正坐在角落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而卢卡也不会善罢甘休，他等男人走出酒吧，突然从背后偷袭。就在卢卡炫耀时，约翰已经来到他身后。Stay back, police. 这件事儿很快传到警局，上级第一时间将约翰叫来询问。约翰的回答就如那天结义在法庭上的话，自己只是自卫。上级尽管清楚他是故意而为，但当时情况也的确如此，只能无奈认可。而在解决完一名罪犯后，约翰独自来到瀑布上方，看着下方奔腾呼啸的水流，他的心中逐渐有了主意。与此同时，马文正与弟弟劳埃德在纹身店休息，他忽然接到电话，让二人去找案件调查员谈谈。两兄弟毫不起疑，驾车抵达瀑布顶端，正看到一辆黑车停在前方，空中闷雷滚滚，大雨倾盆。马文让弟弟前去查看，劳埃德不敢抗命，只好推门下车，却发现车里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个信封。还不等他拆开，一道清脆的枪声突然划破雨夜。这场面顿时让马文吓破了胆，他刚想询问对方身份，却被精准3枪打烂膝盖和胸膛，像条死狗般瘫软在地。约翰快步上前，再度扣动扳机，让马文永远闭上嘴巴，随后一脚把他踢下瀑布喂鱼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炸雷突然响起，似乎连老天都在为约翰的举动鼓掌叫好。不久后，两名巡警发现马文的汽车，并在座位上找到一张地图，其中加拿大的部分被抹除，便认定兄弟俩大概率已经逃走。这件事儿很快传遍整座小镇，记者们蜂拥而来，堵在马文家门前，希望能够得到回应。可马文母亲同样一无所知，她刚抵押房子，两个儿子又下落不明，生活已经坠入低谷。但即便如此，马文母亲仍不自知，依旧强调是蒂娜害自己家变成这样。不过记者们自然不会买账，很快马文兄弟畏罪潜逃的新闻便登上电视。贝西连忙将蒂娜叫来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，而他也心情大好，主动答应和艾格尼出门购物。然而就在贝西照镜子时，仅剩的哈勃忽然如幽灵般出现，警告他等下次开庭向法官谎称自己在案发前已经离开。那阴冷的话语让贝西惊慌失措，他不敢向艾格尼解释，闷着头一路逃回房间。但哈勃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结局已经注定。他忽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，对方谎称是高中同学，邀请他来旅馆见面。那满含诱惑的话语让哈勃心猿意马，当即驾车赶往约定地点。然而他刚一推开门，就被守在暗处的约翰举枪抵住脑袋，这让哈勃瞬间吓破了胆。他哪里还敢反抗，乖乖按照约翰的命令写下遗言。见此情景，约翰又让哈勃把手放在枪上，哈勃瞬间明白他要做什么，连忙摇头拒绝。但约翰可没心情废话，哐哐砸向哈勃面门，剧痛令哈勃放弃抵抗，只好颤巍巍地举起左手。一切尘埃落定。隔天，哈勃畏罪结束性命的消息便传到警局。约翰听完没有任何反应，就仿佛毫不知情。他推开大门，正遇到准备离开的杰伊。杰伊还想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，但约翰只用一个词便评价了这个人。这让杰伊失去交谈的兴致，驾驶机车迅速离去，而约翰也准备开始巡逻。忽然发现蒂娜和贝西站在围栏外，他们已经决定搬出小镇，在离开前向约翰表达感谢。听到这话，约翰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再度嘱咐贝西要保护好母亲。
二人隔着铁丝网十指相扣，传递出心中的勇敢与善良。随后，约翰发动汽车向前驶去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，但只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保护那些遭受不公之人，伸张天地间应有的正义。复仇爱的故事是上映于2017年的美国电影。如果以5星制来评价本片的话，阿 K 认为角色3星半。片中尼古拉斯凯奇扮演着一位沉默寡言的警员，他全程基本没有任何表情，将约翰的嫉恶如仇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却也因此让角色略显单薄，只能说有利有弊吧。剧情4星半。本片故事相对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有些俗套，仍是无辜者被伤害，警员为其复仇的常见桥段。但阿 K 我在翻看影评时，发现一句十分中肯的话语：约翰干脆利落地干掉那4个人渣，足以抵消本片所有不合理情节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是否这么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，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，宠粉的阿 K 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大案阅览到此为止，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。我是探长 K， 我们下个大案见，拜拜。